今年是移居大马的第7年，也是在槟城的第5年。习惯了3大种族的和谐相处，习惯了清真寺悠扬的祈祷声，也习惯了每天开窗见海、全年盛夏的生活。不少朋友说看了我的视频，对槟城也心生向往，甚至已经计划来这里定居。而我想说的是，移居这件事真的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如果没有实地考察，不要草率决定。今天就来给大家泼冷水吧。先说说气候，大马靠近赤道，1年365天，不分春秋冬夏，全年都是夏天。其实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知道和感受是2回事，而感受1-2个星期和感受1-2年又是2回事。知道那是停留在脑海的认知里，是万里无云的蓝天，是无边无际的大海，是海风、海浪、沙滩、比基尼，一切都是宁静美好的。而1-2个星期的感受则会是美好加倍，因为那是假期，是逃离现有的生活压力的短暂放松。而如果你是长期居住，那才是真实的生活。当假日滤镜移除之后，你会感受到夏日带来的炎热，特别是热季，你又没有开车，漫步在热浪滚滚的街头，估计所有的浪漫都会被抑制不住的汗水淹没掉。事实上，就像我以前视频里提到的，大马分雨季和热季，雨季的优越就不再赘述了。哪怕是热季，只要你不是站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暴晒，进了树荫底下，温度立马可以下降个5度。如果是开车出行的话，这烈日和你也是隔着凉凉的玻璃窗。而居住的公寓大体都是通风设计，因此在车库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更不要说大马的商场空调像是不要钱似的，户外越是热，室内越是冷。所以这里其实要泼的第一盆冷水是，不要低估了赤道的温度，但是只要你充分了解，避其锋芒，也就没问题啦。接着我们来说说空气和水。移居到马来西亚，最明显的改善大概就是这2样了吧。这里的青山绿水真的是让人心生欢喜。马来西亚拥有大片的热带雨林，绿化非常好，空气也特别干净通透，水质也很棒。我们目前居住的区域，生活用水来自直落巴橡水库，这里储存的天然雨水超级干净。但另一方面，这里的空气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全年365天的天然氧吧，因为邻国的泰国和印尼每年都会有烧巴季，受到季风的影响，大马每年也会定期遭遇从邻国吹来的烟霾。比如说在槟城，每年3到4月，烟霾会让能见度大打折扣，有时候你推开窗看，海对岸的威省都看不清了。而没有烟霾的时候，你甚至能清楚地看到远处吉打州的日来风轮廓。不过这也不是说整个3到4月都会是烟霾满天的日子，能见度差的情况主要取决于泰国的烧巴情况和季风风向。只要下一场雨，空气质量就能立刻得到改善，所以也不需要过度担心。水质不错，唯一的潜在问题出现在热季，如果遇到用水紧张的情况，政府会进行整体调度。不过大部分公寓都有自己的水箱备用水，像我们就基本没受过影响。所以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泼的第2盆冷水。空气和水虽好，但也有季节性波动，需要提前了解，避免期望过高。然后说说饮食，对于喜欢海鲜和热带水果的朋友来说，这里简直就是美食天堂。那些专门坐飞机来大马吃榴莲的小伙伴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天天住在这里，简直是太幸福了。没错，我们一家也超级爱吃榴莲、山竹、红毛丹、龙宫果。但是居家过日子可不能只有这些，开门7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都不能少。幸运的是，这里是马来西亚，华人是3大种族之一，所以生活饮食习惯和国内其实差异不大，整体非常容易适应。不过由于气候炎热，很多蔬菜在本地没法种植，需要从国外进口，
所以绿叶菜品种会少一些。比如说芹菜，在上海我们常吃的香芹、水芹、黄芹、野水芹、西芹，这里好像就只有西芹和香芹可以买得到。再比如说芦笋、荠菜、马兰头、茭白、莼菜，这些江南人眼里的春天的味道，在这儿就完全指望不上了。这就是今天要泼的第3盆冷水。热带水果是真好吃，少了点青菜，有点小遗憾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本身就是个肉食爱好者，也许就不会对这些绿叶菜念念不忘了。再来说说城市的基础建设。如果你来自中国，尤其是1、2线城市，那你一定会对国内优越便捷的城市基础建设感到习以为常。而这一点在马来西亚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对比。首都吉隆坡是个现代化都市，轻轨、地铁、巴士，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还是相当完善的，不开车也能轻松出行。而作为第2大城市的槟城却经常会被吐槽，槟城没有地铁，也没有高架路，公交车班次很少，甚至不算特别准点，而且对步行者也不太友好，人行道比较窄，有些地方甚至走着走着人行道就消失了。简而言之，槟城是个典型的车轮上的城市。这就是今天要泼的第4盆冷水。公共交通不太方便，基础设施也算不上发达，槟城更适合自驾生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是个热爱爬山、喜欢海边、向往大自然的人，那么在槟城开车真的就像是给你插上了翅膀。城市虽然不算大，却处处藏着惊喜。家门口就有山，隔条马路就是海，开车出门完全自由自在，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也是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。最后来说说休闲娱乐，这就是今天的第5盆冷水了。如果你喜欢听音乐会、看演唱会、逛艺术展，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和展览活动，那可能吉隆坡会更适合你一些。作为大马的首都，那里资源更集中，演出活动也相对多一些。但在槟城，这方面的选择就少了很多。槟城的节奏本来就慢，大部分的休闲娱乐也更偏向自然系，爬山、看海、野餐、浮潜、海岛一日游，这些是这里的主旋律。至于展馆、剧院、艺术中心这些资源，其实不算丰富。商场虽然也不少，但整体规模和档次跟国内1线城市比起来，确实没那么大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个文艺青年，喜欢文艺活动的丰富多彩，那可能会觉得槟城的生活有点太安静了。但如果你喜欢的是简单、自然、轻松的慢生活，那槟城就是适合你的那个地方。云起风来，车来车往，这里是马来西亚，每天都有新朋友抵达，也总有人悄然离开。时间久了，我们早已不再像出来时那样热衷于各处打卡拍照，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，定期和朋友们小聚，日子就这样在指缝中一点点溜走，慢慢把出来时的好奇与新鲜也过成了自己的日常。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